大学毕业10年后，班长突然在群里组织同学聚会，地点定在全市最豪华的酒店，费用 AA， 每人9000。我在群里婉拒，说老婆要做手术得陪床，班长却私聊我，装什么？不就是嫌贵吗？穷就直说。然而第二天，我正准备出门买菜，门却被敲响了。2名巡捕站在门口，告诉我昨晚聚会的8个同学全出事。大学毕业10年后，班长周五居然在群里发了条消息：各位，10年了，该聚聚了吧？下面马上就有一堆人附和。周五很快发了第2个消息：金碧辉煌大酒店的定位，这是全市最贵的地方，吃顿饭人均没有5000下不来。10年之约，必须最高规格，费用 AA， 图个乐呵。我心里算了笔账，这种规格的聚会，加上酒水服务费，一个人至少9000。老婆徐文1个月的工资才8000，而我这几年开个小杂货铺，混得不好不坏，9000块是我店里小半个月的纯利润。这时群里气氛已经热烈，开始讨论要穿什么衣服，开什么车过去。有人突然艾特我：许成，你来不来？当年你可是咱们系的学霸。但我没回复，默默关掉了聊天界面。徐文正好端着一盘切好的苹果进来，怎么了？看你愁眉苦脸的。我把手机递给他看，他也惊了。9000，他们是去吃饭还是去镶金边？班长组织的，说要最高规格。闻言，徐文吃起了苹果。别理他，周五上学那会就爱显摆，现在估计是混出头了，想在我们这些老同学面前找找面子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就不去，9000块够我们俩买多少菜了？我点点头，在群里发了条消息：不好意思各位，我老婆最近要做个小手术，我得陪床，这次就不去了。消息发出去后，有人夸我是好男人，有人表示理解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周五就私聊我：你装什么？不就是嫌贵吗？穷就直说，找什么老婆做手术的借口？晦气！一瞬间，我心里的火上来。周五，你说话客气点。客气？对你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穷鬼，需要客气吗？许成，10年了，你还是这么窝囊，你就在狗窝里过一辈子吧。我们这些成功人士的生活，你想象不到。我瞬间怒了，只能把他拉黑，因为不想让这点破事影响徐文的心情，我没告诉他。第2天，徐文还在睡觉，我跟往常一样穿好衣服准备出门去店里，然而刚走到门口，敲门声却响了。我有些奇怪，这个点谁会来呢？打开门后，我看到2位巡捕站在外面，这下我更紧张了。什么情况？我没犯事啊？你好，是许成先生吗？我是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是市局刑侦队的，有点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。闻言，我赶紧让他们进来。这时徐文也被吵醒了，看到巡捕一脸惊慌。老公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巡捕同志了解点情况。等坐好后，对面开门见山：许成，昨天晚上金碧辉煌大酒店有个同学聚会，对吗？见我点头，他们继续问：组织者是周五？我又点点头。巡捕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。你为什么没去？这个问题让我犹豫了一下，总不能说因为穷还被人羞辱了一顿吧。于是我还是用了那个借口：我老婆身体不舒服，我要照顾她。闻言，年长的巡捕叹了口气：你运气好，昨晚去的8个同学全出事了。我瞬间惊了。同志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年轻一点的巡捕回答道：字面意思，周五还有其他7个参加聚会的同学，今早被发现死在了酒店包厢。8个人全都死了，那个在私聊里疯狂嘲讽我的周五也死了。一瞬间，我感觉一股寒气直冲天灵盖。怎么死的？目前还在调查，现场没有打斗痕迹，更像是一种集体中毒引发的心脏骤停。所以你们怀疑是谋杀？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。许成，你是这次聚会受邀者里唯一没有到场的人。我瞬间明白了他的潜台词，我是唯一的幸存者，自然也是嫌疑最大的那个。同志，这事跟我没关系，我昨天一整晚都跟我老婆在家里，哪儿也没去。徐文也赶紧附和：我能作证，他一步都没离开过家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来之前已经查过你家楼下的监控，你昨晚确实没有出门，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洗清你的嫌疑，毕竟有些事不一定需要亲自动手。闻言，我刚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。我没有作案动机啊。是吗？这是你和周五昨天的聊天记录，我们从他的手机里恢复的。他给我展示了一个截图，赫然是我和周五的对话。根据记录，你最后把他拉黑了。我们怀疑你因羞辱而怀恨在心，继而报复杀人。这种案子我们见得多了。我没有。见我情绪激动，年长的巡捕示意我坐下。许成，你冷静点，我们只是按流程办事。现在我们需要你提供一份完整的同学名单，包括他们的联系方式和基本情况。我连忙打开电脑，从一个加密的文件夹里调出了大学时的同学录，那是我自己整理的，每个人的信息都很全。年长的巡捕看着名单，突然问：还有一件事，你们同学里有没有一个叫杜鹃的人？杜鹃这个名字我记得，是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，总是安静坐在角落看书的女孩。她是我们的同班同学，也是周五的前女友。有，但她毕业后就失踪了，10年了，谁也联系不上她。巡捕闻言表情变得更加凝重，他们没再说什么，只是起身告辞，同时告诉我最近不要离开本市。送走巡捕后，我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了，徐文也还在发抖。老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太吓人了。我也不知道。此刻
我脑子里乱成一团。8个同学离奇死亡，失踪了10年的杜鹃，还有我这个唯一的幸存者，这一切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？到了晚上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一件10年前关于杜鹃的往事。那是在毕业前夕，也是一场聚会。周五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杜鹃提出了分手，理由是他要出国深造，而杜鹃家里太穷，给不了他任何帮助。我记得当时杜鹃什么都没说，只是默默喝光了桌上所有的酒，然后他就失踪了。现在想来，那场分手聚会参加的人，好像就是昨天死掉的那8人。不对，当时在场的应该有9个人，除了这8个，还有1个人，就是我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周五说的话很难听，把杜鹃贬低的一文不值。我看不下去，站起来说了一句：周五，你太过分了。许成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一个穷鬼帮另一个穷鬼出头，可笑！所有人都哄堂大笑，而杜鹃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没有感激，只有一片死寂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。现在除了我之外，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死了，是因为我当时替他说了句话吗？想到这，我下定了决心，我必须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不然我这个唯一的幸存者，随时可能变成下一个受害者。为了寻找线索，我开始在网上搜索杜鹃的名字，信息很少，只有一个大学时期的校园新闻，说她获得了国家奖学金，除此之外再无任何痕迹。看来从网上是找不到线索了，我必须从别的地方入手。我顿时想起了周五，他家境很好，父母都是做生意的，或许从他身上能找到一些线索。想到这，我给一个大学时关系还不错的哥们打了个电话，他叫赵磊，在一家报社当记者，或许能找到线索。电话接通后，赵磊的声音传了过来：橙子，你没事吧？我刚听说周五他们出事了，真是太邪门了。你说好端端的，怎么会？我连忙打断他：赵磊，你帮我查查周五这10年的情况，越详细越好。还有其他那7个人也顺便查一下。你要干嘛？巡捕不是在查吗？巡捕怀疑我。赵磊瞬间沉默了，最后叹了口气：行，我帮你，你自己也小心点。挂了电话后，我开始反复回想10年前的往事。傍晚，赵磊的电话终于打了过来：橙子，查到一些东西，很奇怪。周五他们8个人毕业后合伙开了一家投资公司，叫启航资本。这家公司表面上是做正经投资，但背地里一直在做校园贷，而且手段很黑。他们放贷给那些没有偿还能力的学生，一旦学生还不上，就用各种暴力手段催收。好几个学生被害的退学，还有一个跳楼了。这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还有更奇怪的。随后，赵磊告诉了我一件更让人震惊的事：10年前，周五的公司刚成立时，有一笔500万的启动资金，这笔钱的投资人正好叫杜鹃。闻言，我猛地站了起来：不可能，杜鹃家很穷，他哪来500万？我也觉得不可能，但这账本上白纸黑字写着，而且就在昨天案发前，周五把这笔钱连本带息一共1000万转到了一个海外账户上。听到这，我感觉我的认知被彻底颠覆了。失踪了10年的杜鹃不仅没有死，还成了周五公司的投资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最后，赵磊把那份账本的扫描件发给了我，同时他还说这里面水太深，劝我别再查下去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点开了那份财务报表的扫描件，在股东信息那一栏，我清楚地看到了杜鹃的名字，而在资金往来的明细里，那笔500万的款项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备注，备注写着封口费。我突然明白了什么，这不是投资，这是交易。10年前一定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的事情，一件足以让周五他们拿出500万来封口的事情，而这件事一定和杜鹃有关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，电话那头一片寂静，让我有些不安。喂，你是哪位？对方一直没有回答。正当我准备挂断时，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了起来：许成，10年了，你还是这么爱多管闲事。我的血液在这一瞬间凝固了，这个声音正是杜鹃。10年了，杜鹃的声音依旧没变，我忍不住浑身颤抖。杜鹃，是你吗？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笑，充满了嘲讽。看来你还没忘记我。你在哪？我在一个能看到你的地方。闻言，我下意识地冲到窗边，猛地拉开窗帘，然而窗外却空无一人。别找了，你找不到我的。我打电话给你，只是想提醒你一句，不该你管的事别管，否则周五他们就是你的下场。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。他们是你杀的？杀？我只是拿回了属于我的东西，他们罪有应得。什么东西？那500万？闻言，他语气里充满了不屑。500万，许成，你的格局还是这么小，那点钱不过是利息罢了。我要他们偿命。电话那头的声音陡然变冷，带着刺骨的恨意。他们欠我的不止1条命。我忍不住追问：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想知道，那就自己去查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这时，我问了一个最想知道的问题：你为什么要放过我？电话那头瞬间沉默了。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时，他轻轻地说了一句：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。说完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，但我却久久无法回神。杜鹃还活着，他回来复仇了。周五等人的死就是他的手笔，可他是怎么做到在密闭的包厢里悄无声息地杀死8个成年男人？还有，他说周五他们欠他的不止1条命，难道10年前还有别人死了？放下电话后，我脑子里乱成一锅粥。杜鹃说让我自己去查，
说明他并不想马上杀我，他似乎在玩一个游戏，而我必须失去耐心之前找到真相。想到这，我开始仔细研究启航资本的资料。这家公司成立于10年前的7月份，也就是我们毕业后1个月。这时，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。公司最初注册时，股东名单有10个人，除了周武8人和杜鹃，还有一个张伟，他是我们的同班同学，平时跟周武他们走得很近，算是个小跟班。但是在公司成立1个月后，张伟就退股，而那笔500万的封口费，就是在他退股的第2天打入了公司账户。这绝对不是巧合，张伟一定知道些什么。我立刻找到张伟的联系方式，我拨了过去，电话响了很久，终于接通了。喂，你哪位？我是许成，你大学同学，还记得吗？电话那头瞬间沉默了，过了好一会，张伟才开口。许成，我记得，你找我有事吗？有点事想问你一下，周武他们出事了，10年前你为什么从启航资本退股了？闻言，张伟变得支支吾吾。我不想跟他们干了，就退了。是吗？可我听说你退股的第2天，杜鹃就给公司投了500万。张伟，这笔钱是不是封口费？这下他慌了。我不知道，你别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张伟，这件事关系到8条人命，现在可能还关系到你我的命。杜鹃回来了，她回来报仇了，下一个可能就是你，或者是我。张伟闻言彻底崩溃了。沉默良久后，他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。张伟告诉我，那笔封口费是为了杜鹃肚子里的孩子。一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瞬间震惊了。杜鹃怀孕了吗？孩子还是周武的？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明白点。毕业前，杜鹃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所以去找周武，想让他负责。那时候，周武已经拿到了国外的 offer， 正准备跟一个富家女订婚，怎么可能承认？所以他让杜鹃打掉孩子。不止，他怕杜鹃把事情闹大，影响他的前途，就想了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我心里瞬间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什么办法？毕业散伙饭那天，等你们都走了之后，周武他们8个把喝醉的杜鹃带走了。他们把杜鹃带到郊区的一个废弃工厂，想逼迫她流产。闻言，我的拳头瞬间攥紧，真是一群畜生。我当时害怕，没敢跟过去，只知道第2天，周武给了我10万块钱，让我忘了这件事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入股他们的公司？是周武逼我的，他说要拉我一起下水，这样我才不敢乱说话。他还说等事情过去了，就给我一笔钱，让我滚回老家。所以那500万是给杜鹃的补偿？张伟马上否定。不是，那笔钱是周武他们用来处理后事的。后事？谁的后事？杜鹃和她肚子里的孩子。周武他们以为杜鹃在那天晚上已经死了。我瞬间如遭雷击，原来是这样。周武他们8个人10年前就犯下了杀人的罪行，可他们没想到杜鹃根本没有死，她活了下来，并且隐忍了10年，回来复仇了。得知当年的真相后，我继续追问杜鹃是怎么活下来的，她又怎么会知道你们公司的账目？张伟连忙摇头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许成，我求求你别再问了，这件事跟我没关系，我只是个拿钱闭嘴的小角色。可你觉得杜鹃会这么想吗？她已经找过我了，她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你。此话一出，张伟彻底乱了方寸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报警，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。他立刻拒绝。不行，我说了，我也是同谋，会要坐牢的。你听我说，我有办法，我有能保命的东西。说到这，他压低了声音。周武那个畜生把所有不干净的事都记在了一个秘密账本上，包括10年前那件事的全部细节，还有这些年他们做校园贷的证据。我闻言心头一跳。那账本在哪？在我这里，当年我退股时偷偷从他办公室拿走的。听到这，我立马要求他把账本交给我，但张伟拒绝了。不行，这是我唯一的保命符，除非你来我这里拿，我当面给你，我信不过别人。我瞬间犹豫了，去一个偏远的山村见一个凶手曾经的同谋，这太危险了。但这个账本又是我揭开真相的关键，所以我只好答应，并很快按照了张伟发来的定位赶去。那离我这有1000多公里，开车要10几个小时，所以我准备坐火车去。走之前，我跟徐文说要去外地进批货，可能要2、3天。他没有怀疑，只是嘱咐我路上小心。就这样，我坐上火车，前往了张伟的老家大王村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主动出击。第2天下午，我终于抵达了那个偏远的小县城。下了火车后，我按照张伟的指示，坐上了一辆去往大王村的城乡小巴。颠簸了2个多小时后，我终于到了村口。一个瘦小的男人焦急地张望着，那正是张伟。10年不见，他苍老了很多，头发稀疏，完全没了大学时的样子。看到我后，他赶紧迎了上来。许成，快跟我来。他拉着我，快步钻进了一条漆黑的小巷。很快，我们来到一栋破旧的2层小楼前。这就是我家。等进屋后，我直接问账本呢？张伟走到墙角，掀开一块松动的地板，从下面掏出了一个黑色笔记本。就是这个。然而当他要把账本递给我时，楼下传来了一声巨响，门被踹开了。我立刻一把将张伟拽到窗边，示意他别出声。脚步声很快从楼下响起，朝我们逐渐靠近。是谁？巡捕吗？不可能，巡捕行动不会这么粗暴。是杜鹃吗？可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？突然，我想到了一个可能，是张伟泄露了消息，这从一开始就是个陷阱。但当我看到张伟恐惧的颤抖时，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不是在演戏，他是真的害怕。这时，脚步声停在了2楼的门口，走了进来。我看不清他的脸，只能看到一个高大的轮廓。他手里似乎拿着什么东西，对着我们喊道：“张伟，出来吧！我知道你们在里面，10年了，你躲得够久了。”他认识张伟。这时，张伟终于鼓起勇气开口：“你是谁？”男人笑了：“
你不认识我，但你应该认识我妹妹，她叫杜鹃。这句话像一颗炸雷，在我耳边炸响。杜鹃居然还有个哥哥。杜鹃的哥哥出现后，张伟吓得急忙辩解：“不是我害死你妹妹的，我什么都没干。”我知道，所以我今天不是来杀你的，我是来拿回属于我妹妹的东西。说完，男人看向了我手中的账本上，把账本给我。我却陷入了犹豫，这个人真的是杜鹃的哥哥吗？他说杜鹃死了，可我明明接过杜鹃的电话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你是谁？杜鹃根本没有哥哥。男人沉默了几秒，突然，看来你就是许成了。杜鹃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他要报仇。男人闻言笑了，笑声里充满了悲凉。报仇？一个死人怎么报仇？他没死，我亲手埋葬了他。你说他没死？账本快给我！但我还是很警惕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就凭这个。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，扔了过来。那是一只银色的手镯，上面刻着一朵小小的杜鹃花。我认得这个手镯是杜鹃的，她一直戴在手上，说是她妈妈留给她的遗物。这是她最重要的东西。现在可以把账本给我了吗？我看着地上的手镯，心里开始纠结。如果她真的是杜鹃的亲人，那账本给她，天经地义。可如果她是假的呢？而且杜鹃的电话又该怎么解释？过了好一会，我终于做出了决定，缓缓递过账本。等走到她面前，我才看清她的脸。这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，脸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。这个人绝对不是善茬。也就是在这一刻，我改变了主意，没有把账本给他，而是用尽全力将账本朝窗外扔了出去。把账本扔下楼后，我大喊一声：“张伟，跳！”说完，我转身扑向窗户。男人的反应极快，一把抓向我的后颈，我整个人被他拽了回去，重重的摔在地上。而张伟趁机从另一扇窗户跳了下去。楼下很快传来一声闷响，男人没有去追，而是下楼捡起了地上的账本。你很聪明，可惜用错了地方。说完，他转身大步离去，而我挣扎着跑到窗边，看到张伟躺在地上，似乎摔断了腿，正在痛苦的呻吟。而那个刀疤脸男人已经消失在了夜色中。我瞬间意识到自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，我把唯一的筹码亲手交了出去。现在我不仅要面对杜鹃的威胁，还要应付这个神秘的男人。这时，我看到巷子的另一头走过来一个人，那个人穿着一身黑色的风衣，戴着一顶宽檐帽，看不清脸。他走到张伟身边，停了下来，然后他缓缓地抬起头，让我震惊了，是杜鹃。他冲我诡异的一笑，然后从风衣里拿出了一把枪，对准了地上的张伟。张伟吓得不停哀求：“杜鹃，饶了我吧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周武逼我的。”现在说这些晚了。说完，他不再犹豫，扣动了扳机。一声沉闷的枪响后，张伟的身体不再动了。我眼睁睁看着这一切，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杀人了，杜鹃真的杀人了。杜鹃杀了张伟后，把枪收回风衣里，又抬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像是在看一个死人。然后他转身缓缓地消失在巷子的尽头，而我不知道在窗边站了多久，直到村子里响起了狗叫声和人的嘈杂声，我才如梦初醒。有人发现尸体了，我必须马上离开。我不敢走大路，在山里跑了很久，最终跑到了另一座山的山腰。我找了个隐蔽的山洞，蜷缩在里面，浑身发抖。等天亮了，巡捕就会发现张伟的尸体，然后发现我也出现过，到时候我就算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了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杜鹃为我精心设计出的绝境，她故意让我看到她杀人，把我彻底拖下水。这个女人太可怕了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梳理着所有的线索。为什么杜鹃要这样对我？仅仅因为我爱多管闲事，还是因为10年前那件事还有我不知道的内情？为了寻找真相，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10年前那场散伙饭的细节。周武羞辱杜鹃，跟班们起哄，我站出来说了句话，然后杜鹃就开始喝酒。我记得当时我看不下去，想去拦他，但赵磊拉住了我。算了，许成，周武正在气头上，你惹不起他。我就这样被他拉回了座位，直到徐文打电话给我，说他肚子疼，让我赶紧回去。现在想来，那个电话打的真是时候。如果我留到最后，会不会也和周武他们一样？我越想，心里越是发冷。这一切都太巧了，巧得像一场精心的安排。我必须找到那个账本，现在只有那个账本才能证明我的清白，揭露所有的真相。如今账本已经被那个神秘男给拿走了，我唯一知道的线索就是那只银手镯。他说那是杜鹃最重要的东西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大学时我曾听杜鹃提起过她的家乡，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，那里漫山遍野都开满了杜鹃花，那个地方叫杜鹃山。我立刻在手机上搜索，发现这地方就在邻省，距离这里大概300多公里。这会是线索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必须去一趟。休息了几个小时后，我走出了山洞。我沿着山路往下走，走到了一条公路上，拦下了一辆路过的长途货车。司机是个好心的大叔，看我满身狼狈，问我需不需要帮忙。我说出目的地后，他说正好顺路，可以载我一程。坐在颠簸的货车上，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，心里五味杂陈。2天前，我还是一个守着杂货铺、为生计发愁的普通人，现在却卷入了一场血腥的连环杀人案，亡命天涯。命运真是个不可理喻的东西啊！突然，我收到了一条短信，短信内容只有一张图片，是我老婆徐文，她正在我家的杂货铺里认真地整理着货架，而照片的拍摄角度是店门口的斜对面，下面还有一行字：你的速度太慢了。我的心瞬间沉入了谷底。发信人毫无疑问是杜鹃，她似乎并不想直接杀我，而是想让我参与到她的游戏中来。她到底想干什么？此刻我已经来不及想这些，徐文是我的底线，如果杜鹃敢动徐文一根汗毛，我绝对不会放过她。
看到杜鹃发的照片后，我立刻给徐文打了个电话，我叮嘱他这2天你不要看店了，就在家里待着，哪也别去。徐文虽然疑惑，但还是答应了。挂了电话后，我给赵磊发了条短信，帮我个忙，派人去我家附近盯着，24小时保护我老婆，钱不是问题。安排好徐文的事，我暂时松了口气。等到了傍晚时分，货车终于下了高速，我谢过司机，打车直奔杜鹃山峰景区。当我到达景区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此时景区已经关门了。只有几家小旅馆还亮着灯，我随便找了一家住了进去。老板娘是个40多岁的本地女人，很热情。小伙子，一个人来旅游啊？老板娘，跟你打听个事，你们这是不是有个姓杜的人家，家里有个女孩叫杜鹃？闻言，老板娘瞬间警惕了起来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打听他们家干什么？我赶紧编了个谎，我是杜鹃的大学同学，听说她是这里人，正好我来这玩，就想找她聚聚。老板娘的脸色缓和了一些，叹了口气。唉，真是可惜了，那一家3口早没了。我连忙追问，老板娘告诉我，杜鹃她爸是10年前喝农药自杀，而杜鹃他妈在他爸去世后受了刺激，没多久也跟着去了。10年前正好是我大学毕业那年。至于杜鹃，老板娘突然故作神秘，那丫头啊就更惨了，她爸妈死后，她精神就不太正常了，疯疯癫癫的，有一天就从后山那块最高的望夫崖上跳下去了。跳崖自杀了，我瞬间懵了。可我接到的电话、看到的短信，还有那个活生生开枪杀人的杜鹃，又怎么解释？听到老板娘说杜鹃10年前就去世了，我急忙追问，那她还有别的亲人吗？比如哥哥之类的？老板娘一脸疑惑，哥哥，杜鹃是独生女，哪来的哥哥？果然那个刀疤脸是冒充的，但他那个的手镯又是怎么回事？这时老板娘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老杜家确实就杜鹃一个闺女，不过我倒是听说他家好像还有个双胞胎姐妹，生下来就送人了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这个信息像一道闪电，瞬间劈开了我混乱的思绪。送去哪了？那谁知道呢，都是陈年旧事了。小伙子，你也别打听了，他们家是邪得很，你还是早点休息吧。见老板娘不再多说，我只好拿着钥匙上了楼。整件事因为双胞胎这个词变得更加扑朔迷离，一个死了10年的人重新复活，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复仇。一个不存在的哥哥拿着妹妹的遗物，抢走了能唯一揭开真相的账本，而我被夹在中间，成了他们游戏中一颗无足轻重的棋子。这时我的手机又震动了一下，还是那个陌生的号码，不过这次不是短信，而是一段视频。视频很短，只有10几秒，似乎是在一个没有灯光的房间里。视频里很快传来一个男人的惨叫，不要过来，你是谁啊？惨叫声戛然而止，然后镜头对准了一张脸，正是那个刀疤脸男人，他死了，和张伟的死法一模一样。视频播放完后，手机又收到一条短信，现在轮到你了。我瞬间感觉浑身发冷，账本又回到了杜鹃手里，那个刀疤脸男人也被他杀了。现在游戏只剩下了最后一个玩家，那就是我。看着手机里的视频，我第一次感到了绝望。他的狠辣，他的智谋，他的神出鬼没，都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那什么和他斗？可是，一想到徐文，我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杜鹃没有立刻杀我，还一步步引导我查到这，一定有他的目的。他想让我知道真相，想让我知道他为什么要杀这些人。这是一种炫耀，也是一种审判。在杀死我之前，他要让我在精神上彻底崩溃，但我不会让他得逞。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我要主动联系他。很快，我回拨了那个陌生的号码，电话接通后还是那片死寂。我率先开了口：“杜鹃，是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你用不着再玩这些把戏了，我们见一面吧。”电话那头马上传来一声轻笑：“你终于不蠢了，明天早上6点，望夫崖见面。”这天晚上我一夜没睡，我给徐文写了一封很长的信，存在了手机的草稿箱里。信里我告诉了他所有的事情，从同学聚会到周五的死，再到杜鹃的复仇。我告诉他，我不后悔卷入这一切，因为如果我不站出来，那些被周五他们害死的学生可能永远都无法沉冤得雪。最后我告诉徐文，我爱他，如果我回不来，让他忘了我，好好活下去。写完信后，天也快亮了，我按照路牌的指示向望夫崖走去。山路很陡峭，我走了大概1个多小时，才到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女人正背对着我站在悬崖边上，那人正是杜鹃。我在杜鹃身后10米远的地方停下，对她喊道：“杜鹃，我来了。”杜鹃缓缓地转过身，紧紧盯着我：“你比我想象的要勇敢一点。你把所有路都堵死了，我除了来见你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”她笑了笑，不置可否。随后，她从风衣口袋里拿出了那个黑色的账本。你想看吗？我点了点头。她把账本扔了过来。第1页记录的就是10年前那件关于杜鹃的意外，包括时间、地点、参与人，还有他们如何伪造杜鹃的死亡，如何用500万封锁消息，如何制造她跳崖自杀的假象。所有的一切都记录得清清楚楚。那天晚上，他们并没有想让杜鹃流产，他们是想让她和孩子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因为杜鹃威胁周五，如果他不负责，就把他做的那些肮脏事全都捅出去。周五怕了，于是设下了那个杀局。再往后面记录的是启航资本这些年做的所有恶行，校园贷、暴力催收，逼得家破人亡的学生名单，一桩桩一件件都让人触目惊心。这简直就是一本罪恶的铁证。现在你都明白了？我合上账本，点了点头。那你觉得他们该不该死？该死！杜鹃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大仇得报的笑容。你就是最后一个。闻言，我闭上了眼睛，听到了子弹上膛的声音。我知道
一切都结束了。但就在这时，转机发生了。预想中的枪声并没有响起，我等了很久，忍不住睁开眼。杜鹃依旧拿着枪，但枪口却不是对着我，而是对着她自己的太阳穴。我瞬间愣住了。你干什么？她看着我，惨然一笑。我说过，你是最后一个为我送行的人。周武他们死了，我的仇已经报了。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。那你之前说的那些话，不威胁你，你怎么会一步步走到这里，知道所有的真相？我明白了，他不是想杀我，只是想找一个见证者。但我还是很疑惑，为什么是我？因为10年前只有你站出来替我说了句话，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不全是坏人。所以你没有死，那个刀疤脸男人在说谎。他没有说谎，杜鹃确实已经死了，而我是他的双胞胎姐姐。此话一出，我彻底懵了。杜鹃竟然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。我们家穷，养不起2个孩子，所以我从小就被送到了远房亲戚家。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姐妹俩才能见上一面。因为我们长得一模一样，所以经常偷偷换上对方的衣服，假扮成对方来捉弄大人。所以大学里的那个是你妹妹？是，她叫杜鹃，我叫杜宇。她文静内向，喜欢读书，而我性子野，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。我们约好了，等她大学毕业就把我接过去，姐妹俩再也不分开。可惜我没等到那一天。随后，杜宇讲述了过去的真相。10年前，杜宇接到杜鹃的电话，她在电话里哭，说她怀孕了，但周武不要她，还要逼她去死。杜宇让她别做傻事，并连夜坐火车赶了过来。可还是晚了一步。找到那个废弃工厂时，杜鹃已经不行了。她抓着杜宇的手，让我替她报仇，把那些畜生都送进地狱。就这样，杜宇埋葬了自己的妹妹，然后顶着妹妹的身份，开始了长达10年的复仇。那个刀疤脸男人是当年帮他处理后事的人，他知道杜鹃死了，所以当我说杜鹃联系我时，才会那么愤怒。他想从我手里拿到账本，可能是为了保护杜宇，也可能是为了灭口。但无论如何，他都低估了杜宇的狠。对于杜宇来说，任何可能暴露他计划的人都必须死。所以你杀了周武他们，杀了张伟，也杀了那个帮你的人。对，所有知道秘密的人都得死，这样我妹妹的复仇才算完美。那你呢？你也要死吗？闻言，杜宇惨然一笑。我早就该死了，这10年活着的只是一个复仇的幽灵，现在幽灵的任务完成了，也该去陪他了。说完，他举起枪，再次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，枪声在空旷的山崖上回响。可意料中的血腥场面并没有发生，他手中的枪掉在了地上。一名高大的巡捕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，牢牢地控制住了他的手腕。是那个年长的巡捕王建军，他的身后还跟着几个荷枪实弹的队员，从四面的草丛里钻了出来。我们被包围了。看着眼前的王建军，杜宇愣住了，看了看我。你报警了？不是他，是我们自己找过来的。从你杀死周武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被我们盯上了。王建军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黑色装置，放在杜宇面前。这是最新的嗅觉追踪器，你在案发现场留下了一种很特殊的植物香气，我们锁定了这种香气，一路追到了这里。植物香气是杜鹃花，准确的说，是你家乡杜鹃山独有的一种变异的野生杜鹃花粉。这种花粉有剧毒，能麻痹人的中枢神经，导致心脏骤停，造成中毒的假象。而且它挥发的很快，常规的法医手段根本检测不出来。我瞬间恍然大悟，原来杜宇是用这种方式杀死了周武他们8个人。闻言，杜宇有些震惊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王建军叹了一口气，因为10年前你妹妹杜鹃的尸检报告就是我写的，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她是自杀，只有我在她身上发现了同样的微量的杜鹃花粉，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，可惜没有证据。但这10年我一直没放弃，我查阅了所有关于这种毒花粉的资料，也一直暗中调查周武的公司，直到周武他们8个人以同样的方式死去，我就知道是你回来了。杜宇看着王建军，又看着我，突然笑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以为我做的天衣无缝，没想到从一开始就有一张网在等着我。被押走前，杜宇最后看了我一眼。许成，谢谢你肯来为我送行。说完，他被戴上了冰冷的手铐。一场持续了10年的复仇，终于落下了帷幕。回到巡捕局后，我把我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原本地说了出来。警方根据账本上的线索顺藤摸瓜，很快就挖出了一个庞大的犯罪网络。许多当年被启航资本逼得家破人亡的学生，也等来了迟到的正义。从局子离开时，徐文和赵磊一起来接我。徐文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冲过来紧紧抱住了我。我轻声安慰他，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徐文一直紧紧地抓着我的手，好像生怕我再消失一样。而我看着他憔悴的脸，心里充满了愧疚。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傻瓜，你没事就好。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，杂货铺重新开张，生意不好不坏。我每天和徐文一起看店、买菜、做饭。那场惊心动魄的逃亡和追凶，像一场遥远的梦。有时我甚至会怀疑，那一切是不是真的发生过。直到我收到了杜宇的律师转交给我的一封信。杜宇说，他被判了死刑，很快要执行了。
他不后悔自己做过的一切，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早点认识我。信的最后，他说自己名下还有一个海外账户，里面有一笔钱，是当年周五转给他的那1000万。他把账户的密码告诉了我，希望我能用这笔钱成立一个基金会，去帮助那些被校园贷所害的贫困学生。最终，我按照他的遗愿，成立了杜鹃花助学基金。我去了很多贫困的山区，见了很多像杜鹃姐妹一样的孩子。每当我看到他们清澈的眼睛，我都会想起杜宇。如果他能看到这一幕，或许心里会多些温暖吧。